3月5号，菲律宾船只再次擅闯我仁爱礁附近海域，与我国海警船发生碰撞。今年1月以来，双方在该海域发生近10次摩擦，这是至今事态最严重的一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是美国总统初选的关键节点——超级星期2，拜登与特朗普隔空对战的日子。菲方此时出招挑事，意欲何为？菲方船只出现美国媒体记者有何盘算？本期节目，特约评论员石红、评论员白梦辰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近段时间以来，菲律宾数艘船只多次在中国黄岩岛、仁爱礁制造事端。3月5号，菲律宾违背自身承诺，刻意派出2艘海警船、2艘运补船擅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向其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物资。中国海警严格依法管控，予以规制。出于人道主义，对非运送必需生活物资的一艘船只作出临时性特殊安排。菲律宾随后指责中国海警在非进行补给任务时进行危险动作，导致2国船只相撞，并造成4名菲律宾人受伤。对此，中国海警局发布视频证据，还原了事实真相。菲海警4407号船无视中方一再警告，违反国际海上碰壁规则，以不专业、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正常执法的海警21555艇，导致发生轻微剐蹭，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已就此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抗议。在此次事件中，到底是谁在主动挑衅、制造事端？是谁违反国际法、危害南海和平稳定？事实真相一目了然。今年以来，菲律宾对在我国仁爱礁上非法，其实就是为了保证美国对于菲律宾的独占性。它实际上呢，它是强调美国在菲律宾它的利益和这种统治权力的这个独一性，它是冷战的标志是和缩影，它反映了这种对抗和撕裂的这个思想，同时呢，它也遗存了旧殖民主义很多的这种遗毒。近来，菲律宾政府自诩在美国印太战略的重量日益凸显，在仁爱礁动作不断。从去年开始，为非法坐滩军舰补给频率有所增加，并加大了对中方反制行动的抹黑力度。这背后离不开美国的鼓动与支持。实际上，美国有专门的团队来为菲律宾在南海搅局进行精心策划，助长了菲律宾的赌徒心理。美国除了动辄以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威胁中方，还强化在菲律宾军事存在，加大与菲律宾联合演习规模。据菲律宾媒体《马尼拉时报》报道，菲律宾军方发言人表示，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军演将在今年4月份举行。相比去年，今年的军演规模将更大，演习地点更多，但他并未透露今年参演的具体人数。那这种演习其实就是美国在主导，它主要的战略上的目的呢，就是让菲律宾冲在前面其实就作为炮灰，美国呢在后面躲在后面作为支撑，这是美国现在民主党拜登政府的对外战略的集中体现。那这种战略或者这个套路已经用在东欧中东它妄图呢在东亚地区继续使用继续实践这种战略和套路。有德国媒体11号称，今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除了在吕宋岛中部举行综合防空导弹演习，在巴拉望岛西部举行海上军演之外，还可能将巴坦群岛纳入演习场所。值得指出的是，美军还打算在巴坦群岛新建港口。日本共同社报道指出，菲律宾巴坦群岛省省长伊科9号透露，美国陆军将于4月下旬抵达该省，进一步讨论在当地建造港口设施的事宜。据介绍，巴坦群岛位于菲律宾最北部，是菲律宾最小的省，距离台湾岛不到200千米，因此美军此举被认为是显然针对所谓台海有事。据台湾媒体报道，巴坦群岛与台湾本岛之间的巴士海峡被视为解放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水道，也是连接西太平洋和南海之间的航道咽喉点。一旦台海有事，美军可以直接在巴坦群岛补给，甚至将这里变成美军介入台海的前进基地。
另有分析指出，菲律宾正把局势推向接近极其危险的准军事行动级别。为此，菲律宾计划大幅提升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曾长期由菲律宾海军管辖，1998年3月30号才从菲律宾海军分离出来，目前拥有近3万人，在海岸线建立了31个雷达设施、7个基地，拥有30多艘各型号的海警船。其中吨位最大的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和国土交通省出资，日本30造船有限公司建造，2022年6月12号服役的梅丘拉阿基诺号，排水量超过2600吨。该船在舰体后部设有机库和飞行甲板，可搭载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 H-145T2 直升机。可见，单纯从海上力量而言，菲律宾不仅海军实力不强，海岸警卫队也较弱。不过，据菲律宾星报网站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打算在2024年再招募4000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阿曼德·巴利诺海军少将表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需要拥有11.1万人，每公里海岸线要配备3人。这一数字让外界吃惊，因为已经超过了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规模。据印度《欧亚时报》报道，今年菲律宾将正式部署从印度采购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岸舰导弹。菲律宾2022年与印度签署协议，花费3.75亿美元向印度采购了5个导弹连，共100枚布拉莫斯岸舰导弹。预计其中海军装备3个连，陆军装备2个连，每个导弹连配备3辆导弹发射车，每辆发射车配有3枚导弹。布拉莫斯是印度与俄罗斯联手研发的一款超音速巡航导弹。由于绝大部分技术来自俄罗斯，印度主要提供研发资金，其综合作战性能还是较强的。该导弹全长8.1米，弹径0.67米，陆基型发射重量达3吨，搭载200到300公斤高爆或者半穿甲战斗部，具备打击大中型水面战舰的能力。布拉莫斯主要有2个特点：一是机动性强，二是飞行速度快。布拉莫斯的弹体采用头锥进气的流线型气动布局，具备高低2种弹道，末段掠海飞行和蛇形机动的能力。在飞行末段可以下降到10米，贴近海平面，并做蛇形机动飞行，以躲避敌方反导武器拦截。同时，动力系统采用固体火箭助推器加液体冲压喷气发动机的组合模式，其最大的射程35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可达2.8到3马赫。在制导方面，布拉莫斯采用惯性加卫星加主动雷达的综合指导方式。在卫星导航方面，除了美国的 GPS， 还采用了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具备较强的精确攻击陆地和海上移动目标的能力。印度军方此前曾声称其命中精度小于1米。不过，这纯属印度军方吹牛，因为目前世界上精度最高的激光制导方式也才达到1米的精度。布拉莫斯所采取的制导方式以及印度的技术水平，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如此高的精度。此外，布拉莫斯也有天生的短板，首先是容易被发现，它是典型的俄式反舰导弹，注重高速突防，依靠大型战斗部确保杀伤能力。但总体设计还是冷战时期的典型非隐身气动外形，雷达反射截面积较大，在现代防空雷达面前就是很显眼的目标。而且布拉莫斯如果要打得远，就要在高空或中空进行长时间飞行，所以在很远的地方就会被舰载雷达发现，而即使是下降高度，也不可能像亚音速反舰导弹那样降到1到3米的掠海高度，被发现的距离还是比较远。另外，这款导弹在高速飞行的时候与空气摩擦会产生较强的气动加热，有着比较明显的红外信号。因此，现在技术先进、层次丰富的舰载防空系统采用软硬杀伤手段对其进行拦截并不难。比如，它的巡航高度在1.5万米左右，正好处在舰载区域防空导弹的最佳拦截高度。再加上菲律宾获得的布拉莫斯是出口阉割版，最大射程被限制在了约290千米。如果要达到这一射程，只能全程高弹道飞行，更容易被发现。它所带来的威胁是非常有限的，没必要过度夸大。但也要警惕菲律宾不断增强面向南海的军事力量，以及印度通过军售加代将手伸向南海的图谋。
印度还向菲律宾推销其国产光辉战机。据印度媒体《防务研究》最新报道，菲律宾航空航天发展公司正和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进行讨论，计划购买经过专门增强对海打击能力的 MK-1A 型光辉战机，来增强菲律宾空军的海上防御能力。印媒表示 ，MK-1A 型光辉战机在原版基础上进行了一定升级。印度正在考虑为其增加对海打击任务的能力，以专门满足菲律宾空军应对海上威胁方面的作战需求。由于该机目前唯一的使用方印度空军并未提出类似作战需求，因此这款机型将是菲律宾空军的特供。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内部有一种声音认为，今年不论谁入主白宫，美国都将继续坚定支持菲律宾，同时也预测在未来1年，南海地区注定将不平静。请教一下白先生，是美国鼓动和支持的结果，还是马克思政府有意这么做呢？我们说，美国在印太的政策，现在来看，很有可能还是一种进一步的螺旋下降，把局势推向更紧张的这么一种发展的可能性，这种概率是比较大的。那么，但是我们说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对于菲律宾来讲，他们现在似乎被美国人捧到天上，但是我们说在需要的时候，美国人会放弃他们的。当然，现在的这个小马克思曾经是在美国长大的，那么他的父辈跟美国政界的这种纠葛，我相信他心里是有很清楚的认识的。那么，是不是要重蹈覆辙？那么，是不是要再一次的承受被美国人所抛弃的这样一个几乎必然的结果？我觉得还是要让菲律宾自己人去做出决断啊。那么对于菲律宾来讲，我们看到它跟中国在经贸、在文化、在日常的民间的交流方面的关系是很紧密的。中国跟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的之前的整个发展形势都是很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说菲律宾试图要扭转这种态势，试图要螳臂当车。那么我个人认为，以菲律宾的体量，甚至我们说，即便加上美国和美国的认为的所谓的盟友，似乎也很难扭转大势。除了美国以外，印度也试图强化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将触手伸向南海。印度已经向菲律宾出售了布拉莫斯反舰导弹，目前还极力向菲律宾推销专门增强对海打击能力的光辉战机。请教一下石先生，您是如何看印度的动作呢？美国也向菲律宾大力推销军火，为什么菲律宾不太感冒，反而从印度、韩国等国大量购买呢？印度的做法有这样几个目的：一是利用菲律宾在南海方向牵制中国，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以便从美国那儿捞到更多的好处；二是将菲律宾作为印度武器出口的重要客户；三是为印度在亚太地区扩展影响力提供一个立足点。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制定了向东看政策，使印度能够走出印度洋，进入亚太地区。而作为向东看政策的第一阶段，就是印度积极加强与东盟的关系嘛。但说实话，过去20多年时间，印度在亚太地区的扩展速度并不快。如今呢，菲律宾在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上和印度呢是一拍即合啊，这俩呢就搞在一起了，使印度在东盟有了一个突破口和立足点。今后呢，印度会进一步通过菲律宾来增强印度与东盟的关系啊。菲律宾对美国向其推销武器的行为不感冒，不是看不上美国武器，而是美国武器太贵，又不打折，菲律宾买不起啊。而印度、韩国等国呢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武器呢在价格上比美国的同类武器呢低得多，而且为了打开菲律宾市场，印韩等国在出售武器时还能给很多优惠，甚至呢不惜赔本赚吆喝，自然呢就使得手头拮据的菲律宾采购印韩这些国家的武器了嘛。据美国媒体报道，巴以冲突后，美国偷偷批准100余项对以军售，可见美国在众多场合宣称要保护平民是多么的虚伪。那么，美国都给以色列提供了哪些武器？为何不敢对外公开呢？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以色列空军 F-35A、F-15战机经常挂载联合制导攻击弹药，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捷达姆，对加沙地带展开空袭。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曾报道，以色列计划使用捷达姆弹药将加沙城彻底毁灭。要知道，以色列空军使用的捷达姆弹药大都是美国紧急提供的，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
捷达姆是美国在冷战末期开始研制的低成本、高精度常规炸弹，主要目的是装备给美军战机进行近距支援、空中遮断、压制敌防空系统、打击敌指挥所等作战行动。由于采用不同的战斗部，捷达姆有 GBU-29、GBU-30、GBU-31和 GBU-32等多种型号，而以色列大量使用的为 GBU-31型，搭载 BLU-109钻地战斗部。作为专门用来打击坚固目标的 BLU-109钻地战斗部，重约908公斤，包含有250公斤高爆炸药。BLU-109的弹体呈流线型，弹体材料采用高强度钢，有很强的清澈能力。据报道，一枚 BLU-109就可以穿透12米到30米的普通土壤，以及1.5米到2.4米的钢筋混凝土，威力巨大。而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空军战机则在加沙地带大量使用 GBU-31制导炸弹进行无差别轰炸。由于 GBU-31威力巨大，只要是被其命中的加沙建筑物都会被炸塌，所以被外界形容为以军手上的拆楼利器。以军持续数月的轰炸，导致整个加沙地带成片的建筑被 GBU-31炸成废墟，放眼望去满目疮痍，在加沙地带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比如去年10月，加沙城的阿赫利阿拉伯医院遭以军空袭，一枚 GBU-31将整座医院摧毁了，造成至少500人死亡的惨剧。然而，对于以色列空军的野蛮空袭，美国对外则要么不回应，要么坚决否认。日前，美国总统拜登在发表国情咨文中警告以色列政府要将人道主义放在首要位置，显然又是一场政治秀。因为美国如果真心想要以色列停火，应该做的是对以色列断供武器。